上一集我們做了櫻花和花苞，今天要把它們變成一整只超美的花枝。這一集教你做葉子、組裝花枝、修剪花杆，一次學會扭扭棒櫻花花枝的完整技巧。你也想知道怎麼讓花朵更有層次感，記得看到最後。現在就開始吧。颈部包覆教學，花朵和花苞都準備好了。接下來穿上绯色的鏡，在花徑1厘米左右的位置開始包，然後往上后尾包，這樣可以讓膠帶更牢固，不容易鬆掉。整根頸部都包覆完整，一邊包一邊拉緊。花朵的做法一樣，花卉膠紙使用之前有一個小技巧，先把膠帶輕輕拉伸一下，它才會產生粘性，直接貼是貼不住的。花朵的頸部比較短，可以用之前做作品剩下來的短扭扭棒來加長。把短扭扭棒接在颈部尾端，再用花卉膠紙包覆固定，颈部就变長了，之後組裝會更好調整造型。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在制作扭扭棒的時候，準備一個小盒子，保留各種長短的餘料，很多時候都能派上用場。葉子制作，大葉子，一根扭扭棒对半剪開，变成2段，量2個指腹的長度，然後对折。頂部1公分的位置扭一圈固定，這樣葉子的基本形狀就出來了。接住把扭扭棒中間拉開，中間有一個空隙，用長的扭扭棒填充空隙，然後固定。調整葉子的形狀，把多餘的扭扭棒剪掉，保留0.5厘米。用小剪刀把葉子頂部修尖，讓它看起来更像真的葉子。需要做4片，多做幾片，花束會更豐富。制作小葉子，記得做花苞的時候剪下來的扭扭棒啊，量1.5個指腹的長度，固定，拉開，按剪。小剪刀把頂端的絨毛修剪。所有葉子做好之後，我們用直髮器把它們燙平。燙平之後，線條更利落，更有質感。組裝小花枝，我這邊準備了11朵櫻花，5個花苞，4片大葉子，還有12片小葉子。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調整，喜歡花多一點就多做幾朵。接下來我們來組裝小花枝。葉子的花枝，先拿3片小葉子把它們組裝在一起，用花卉膠紙纏繞固定。纏繞的時候需要拉緊花卉膠紙，才不會容易鬆掉。再加上2片大葉子，放在兩側，繼續用膠帶固定。調整一下葉子的方向，讓它們看起來自然舒展。我這邊會做2組，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決定數量。組裝小花枝，我習慣以1朵櫻花為主，旁邊搭配一個小花苞，再加上小葉子，用花卉膠紙把它們纏繞固定，就變成一只很有層次感的小花枝。喜歡更豐富的感觉，也可以把2朵花綁在一起，或是多加幾片葉子，都很漂亮。你喜歡這樣自由創作的手作時光，記得幫我按個讚，把這支影片分享給身邊喜歡手作的朋友，讓更多人一起享受療癒的樂趣。你還沒訂閱，也歡迎訂閱頻道，我們就可以一起做更多可愛的作品。好，我們繼續組裝，做更多的小花枝，之後組合花束的時候會更好發揮。我做了不同配搭的花枝，
最後組裝。準備好一根花桿和半根花桿，我們開始。首先來做短的花桿，先將花卉膠紙纏繞在花桿上，加上第一組葉子，還有2組花枝，用花卉膠紙纏繞整只花桿，讓它們牢牢固定。長花桿加上第2組葉子，還有不同形狀的花枝，繼續用膠帶纏繞固定。這個過程很療癒，因為你可以自行創作花枝的組合，想怎麼搭配就怎麼搭配，沒有對錯，只有自己喜歡的樣子。現在把短的2只花桿組合在一起，繼續用花卉膠紙纏繞固定。記得拉伸一下膠帶，才會有粘力。然後再組合上其餘的花枝，一邊夾一邊轉動，讓花材自然地交錯排列。花卉膠紙一路纏繞到尾部，把整只花枝都包覆完整。最後，調整整只花枝的形態，把花朵、花苞、葉子調整到最舒服的位置，做出自己喜歡的形態。可以讓花朵朝前，葉子向後舒展，也可以讓花苞微微側放，怎麼看都美。接下來修剪花桿，如果你想做成盆栽，可以把花桿收軟一點，像我之前做的梅花盆栽那樣，放在桌上剛剛好。如果想做插花，可以保留長花桿，放進花瓶裡会很優雅。你喜歡今天的教學，覺得這樣慢慢手做的時光很療癒，記得幫我按個讚，或是把這支影片分享給身邊也喜歡手作的朋友，讓更多人一起享受手作的樂趣。如果你還沒訂閱，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，這樣就不會錯過之後更多療癒的手作教學。拜拜，期待你們的作品。